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硬派动作游戏《战斧》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89年，一共3个人物可以选择，但是我的键盘方向又被锁定了，所以选择了女战士泰瑞斯·塔利斯。这款游戏之前我录制过街机的版本，2个版本相比，家用机的版本流程更长，后面多了2关。女战士的魔法段位是最多的，一共有6级，其中第1级的火花还有第6级的火龙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，中间的火喷泉还有火幽灵等等可能用的比较少，因为你的魔法瓶一旦攒起来了，你就想攒到火龙，杀伤力更高。第1个级别攒满了，竟然需要4瓶魔法。另外2个角色的魔法槽没有这么长。我现在捡到了一个可骑乘的怪物。1代里边可骑乘的怪一共3个，除了这只尾兽之外，还有2条火龙，其中一个是吐火球的。攻击的距离比较远，非常好用，但是咱们可以使用它的流程非常短。首先就是在 BOSS 战的阶段抢下来的，只能用不到1分钟吧。每次过关之后会出现小偷，来给咱们送一些魔法瓶，还有回血的道具。这款游戏也是可以选择难度的。游戏的开场，其实家用机的版本，咱们可以把血量调整到5滴血，这样人物更抗打一点。刚才这2个小怪，我都勾引到悬崖下边去了。虽然咱们的血量3滴血看起来不多，但实际上每1滴血都是可以扛那么2-3下的，并不是被打一下血量就会往下掉。当然了，攻击力比较高的 BOSS 可能1下就会打掉咱们1滴血的。这里咱们捡到了火龙，火龙还是很好用的，因为它1下就可以把敌方打倒。这款游戏之所以硬核，除了手感之外， AI 也具有一定的难度。如果有2个敌人同时在场的话，他们必定会绕后，让你感觉非常难受。这里就是第2关的 BOSS 战阶段了。这里咱们会看到吐火球的火龙，就是那只红色的，其实它是非常好用的。我放了一个火喷泉，刚才干掉了一个骷髅战士，这里我们2个相杀了一下。骑乘的怪是带不过关的，但是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战斧后传，战斧后传的骑乘怪是可以带过关卡的。地图上画了一只乌龟，这只乌龟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最开始打的村子啊，就叫做海龟村。这个村子是建到一个巨大的海龟的背上的。当咱们把村庄解救之后，海龟就会把咱们送到下一个关卡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游戏的剧情发生在一片叫做尤利亚的大陆上。这片大陆远古时代曾经爆发过巨人族和诸神的战争。战争之后，巨人族和诸神都衰落了，所以人类最终统治了这片大陆，并且打造了一把象征着大陆统治权的金斧。在战斧1代的时代当中，出现了一个邪恶的敌人，叫做死亡蝰蛇。他夺走了金斧，并且抓走了国王和公主，要挟人类，希望人类能够臣服。这样的话，3个战士就出发去打倒死亡蝰蛇。
剧情方面比较简单，毕竟是一款动作游戏，而且年代非常早了。这关我犯了一个错误啊，应该说是一个失误，就是火龙没有带过来，把火龙打在了角落，这样他自己就跑掉了，导致游戏的后半段难度稍高，包括刚才打那2个小 boss。但是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，我攒满了魔法呀，一会儿可以放一发。憋了半天，终于可以放一发了。BOSS 出现，放一个火龙。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，玩战斧的时候开一个金手指，有无限的火龙可以放。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比较容易实现，但是玩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这关我掉血了。第一关那个 BOSS 到了上一关变成了精英怪，但是他的攻击力很高，打我一下就掉了1格血呀。有火龙的话，对付他们2个会简单一点。女战士的平 A 感觉是比较弱的，她的 AB 向身后旋转着砍一剑，攻击力尚可。另外，她最狠的招式就应该是大跳之后，按住攻击键不松手，向下压的一剑。但是需要找比较合适的机会才能够击中对手。就是这一下，攻击力非常的高。这里我利用一下悬崖。看那些高手速通，这种悬崖的地形利用的是非常多的，因为它可以秒杀对手。这里打了几个骷髅战士，骷髅战士是本作最难对付的敌人，比最终 BOSS 都难。这里只是流程的中段，第4关，所以说感觉难度尚可。咱们在最终关的时候会碰到2个超级肉、超级狠的骷髅战士，他们一套平 A 可以带走咱们2格血，并且他们的血量我感觉大概3倍于最终 BOSS。所以说咱们在打最终 BOSS 的时候有2种玩法，一种呢是不理那2个骷髅战士，直接把最终 BOSS 干掉，这样2个骷髅战士就跑了，感觉不是完美的结局啊。也可以选择把2个骷髅战士干掉，但是难度就非常的高了。所以我感觉这款游戏的最终 BOSS 并不是死亡蝰蛇的导师啊，而是最终战场的2个骷髅战士。玩过的小伙伴应该都懂啊。现阶段咱们遇到的骷髅战士不是很肉，攻击力也不高，但是他们的招式性能仍然非常强。刚才就给了我一套，带走了我1格血。小偷又来了，咱们先把血量加了。目前为止我只放了1次火龙，我感觉还有2次机会吧。这里咱们已经乘坐着巨鹰来到了城堡，这3个骷髅战士都是自己走位走下去的。这只火龙我要用到底了，虚晃一枪。这些家伙走位真的是不计后果呀，他们就是想绕后，或者是走到你面前 A 你。悬崖他是不会考虑的。敌人换了个颜色，变成红色了。变成红色之后，它的耐久是上升的。后面还有一种黄色的，
更抗打。这里就是 BOSS 战了。但是咱们现在有火龙，所以打他们两个非常好用。本关我没有犯错误，把这个火龙保留到了 BOSS。这里看起来给了好多的魔法瓶。阶级的版本打到这儿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魔法瓶我要留着对付 BOSS 啊！看起来对面这个角色护甲也不太多，看起来是都知道了，护甲越少，防御越高。这个家伙血量太多了，我用剑压了一次也没有挂，2次 ，BOSS 出场。这个 BOSS 也带了2个骷髅兵，但是这2个骷髅兵不强。一个火龙带走，然后咱们开始打他。BOSS 是超级弱的，BOSS 不像小兵可以走出屏幕，他走到屏幕边缘就卡在这儿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抓住机会上去 A。他已经挨了一发火龙了。打完加盟机的版本打完这里之后，救出了国王和公主，但是还要对付死亡蝰蛇的导师。这次给大家录制的时候，黑屏的部分我都已经剪掉了，因为每次切换关卡的时候，其实是有1-2秒的黑屏的。这里是第7关，哇，这个家伙还对我发动了跑动攻击。有悬崖边的话，就很容易处理这些杂兵了。有的时候你不去打他，他自己走位就掉下去了。刚刚这个骷髅兵义无反顾的呀，又走下去一位，我再扔下去一个。这里有4个小偷，可以把咱们的魔法减满，这也是这款游戏最后一个魔法的补给点了。还差1个，位置不大好。我刚才那个我没有够到啊，我如果够到的话，估计自己就掉下去了。又走下去2个，他们实在是太想不开了呀。这种自己不走下去的，咱们就送他一程。BOSS 战，这2个 BOSS 争取也把他们都踢下去，但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 BOSS 的攻击范围非常的广。盾牌，我的天，给了我1剑啊！1剑就是1格血。第7关过了，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的战场。这个地方是非常难的，难点就在于这2个骷髅兵。最终 BOSS 自己的话，我可以无伤干掉他。哦，这里他放的魔法要躲，千万不要被最终 BOSS 击倒。如果被最终 BOSS 击倒地的话，他马上会接一个魔法。小的时候打到这里，曾经被他一斧子砍倒，然后接了一个火龙。大家想一下吧。打这2个骷髅兵大概要打3到4分钟。打他们的话，
最好让他们保持在 BOSS 身体的一侧，这样可以很好的控制 BOSS 的位置。其实平 A 他们还是比较冒险的，因为我现在的血量，这2个骷髅兵抓住一次机会就可以把我带走了。所以打他们如果不追求效率的话，可以跳跃攻击。咱们还有一发火龙护身，有一个骷髅兵绕后了 ，BOSS 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变化。但是咱们要注意，尽量贴着他，这样他就不会 A 你了。咱们可以专心的对付这2个骷髅兵。这如果是一般的小兵，早就挂了。别说一般的小兵了 ，BOSS 也差不多了。把火龙放一下，这2下不错，对最终 BOSS 造成了大量的伤害。我打他都不还手啊！这2个骷髅兵应该快了吧？我打了他们2个半天了，而且他们2个还吃了一记火龙啊，那可是火龙啊！接着跳斩吧，没有护身了，不能浪了，打法上要小心多了。刚才这下没砍到他，他想平 A 我。我最怕的就是他的平 A。其实他如果跑动攻击的话还可以，可以打掉咱们1格的血，不至于挂。但如果被平 A 到的话，他有可能平 A 2下，然后补2个盾，再踢1脚。这样的话，咱们2格血肯定就没了。还是要看咱们被 A 到时候的距离啊。有一个骷髅兵挂了，那胜利在望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和小伙伴一起双打，我们2个曾经一度怀疑这个骷髅兵是打不死的，无敌的。好了，就剩最终 BOSS 了。这个家伙超级的菜啊！会不会是制作组把骷髅兵还有最终 BOSS 的血量给搞反了呀？这里要注意，当 BOSS 起身之后，咱们再上去 A， 不要太提前。提前的话，非常容易被他起身一斧子砍倒，然后接一个魔法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战斧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